Apple TV 到底值不值得买？看起来很厉害，可是它真的适合我吗？买了绝不后悔，看片神器，苹果生态闭环，体验无敌。智商税买了吃灰，要折腾半天，还不如安卓盒子呢。别纠结了，我用了 Apple TV 3年，今天就来告诉你它能做什么，有哪些坑。最重要的是，你适合不适合 Apple TV？ 看完这期，你就会有答案。话不多说，让我们 Let Go。可能有些小伙伴还不太了解 Apple TV， 光听名字可能会以为它是苹果电视，但其实它不是一台电视，而是苹果电视盒子，俗称机顶盒，简称 A-Box。滚出去！你在 Apple TV 上可以找到所有主流的流媒体平台，比如网飞、迪士尼、苹果自家的 Apple TV+ 等等。这些平台都是独立运营的，除了部分共享资源，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独占内容。比如前阵子爆火的123木头人2，就是网飞自己拍的，其他平台根本看不到。这些平台上大部分电影电视剧都支持 4K、HDR10、杜比世界、杜比全景声。热门的剧集还有多语言字幕，当然也包括中文。在苹果自家的 Apple TV+ 平台上，还能实时获取当前屏幕上的演员信息、背景音乐，甚至可以一键把电影里的 BGM 添加到 Apple Music。这体验可以说是非常苹果了。更有意思的是，你的 iPhone 还能当遥控器，手机上能显示电影海报、播放进度。如果你用它自带的遥控器，导航键还能像戳点一样精准的快进快对，这操作体验简直丝滑到爆。不过 Apple TV 自带的遥控器的品控就不太那么苹果了。铝合金一体成型，边缘倒角太割手，冬天握着就像拿了一块冰霜。我用了3年，按键回弹生涩，甚至咯叽咯叽的响。库克，你要不要自己用一下试试？哇哦！如果你不爱看进口剧，像爱优腾这些国产平台，在 Apple TV 上也能找到，但跟你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虽然名字一样，但他们是国际版，跟国内版是独立运营的，会员体系、内容资源都不太一样。比如大部分平台的自制剧是同步的，但其他影视版权就少很多，而且会员价格更贵。不过呢，也不是没有优点，国际版没有广告，也没有尊贵的 SSS VIP 这套骚操作，会员体验是相对干净的。除了流媒体，你还能用 Apple TV 刷 B 站、Twitch、油管这些直播和短视频平台。比如 B 站功能基本齐全，可以看推荐、热门、UP 主动态，还能调整分辨率、字幕、弹幕，甚至可以点赞、投币、收藏。比如说，你现在就可以点这里试一试。如果你是资源党 ，Apple TV 还能让你搭建私人影视库，随时观看自己的电影收藏。比如我有个朋友就非常喜欢看一些小众影片、独立电影、爱情动作片。这时候就可以用到播放器加媒体库的搭配方式。先说播放器这一块 ，Apple TV 上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有官方的，也有很多独立开发者的作品，比如 Infuse 支持几乎所有格式，能播放 HDR、杜比世界、杜比全景声、蓝光圆盘，还能自动获取影片封面、原数据、音轨、字幕，体验拉满。但光有播放器也不行，影视资源的存储也很重要。目前主要有3种主流方案：局域网 NAS 或电脑直连。最稳定，你可以用 NAS 或者本地电脑，通过 Ambi、Alist 这些工具把资源共享出来，在 Apple TV 上播放。因为是在局域网，传输速度快，4K 影片不会卡顿，适合收藏超大码率的蓝光圆盘。公益服务器省事，但不太稳定。如果你没有 NAS， 也可以找别人搭建好的媒体库，江湖人称公益服务器。这些媒体库一部分是免费的，和 UP 主一样喜欢用爱发电，更新速度也很快，但随时可能断更跑路。网盘最简单，但也有风险。大部分播放器都支持网盘直接做媒体库，你只需要在播放器里登录网盘，就能直接播放里面的资源，操作体验基本和本地文件一样。但缺点是，你懂的，网盘里的资源有时候会因为某些原因莫名消失。虽然 Apple TV 主要是流媒体平台，但也可以用来看传统的电视直播，比如 APTV 这种 App。支持频道列表实时预览、查看节目单、网络延时监测，甚至还能收藏常看的频道，操作比普通机顶盒更直观。Apple TV 还能当音乐播放器，支持 Apple Music、Spotify 等主流听歌 App， 所有歌词、播放进度都能同步显示，操作体验和 iPhone、iPad 完全一致。重点是音质，电视音响一般比手机外放好太多。如果你的电视还外接了更专业的音响，立体声加沉浸感直接拉满。Apple TV 还能当游戏机，虽然不是硬核游戏主机，但它提供了3种游戏方式，足够满足日常的休闲娱乐。Apple Arcade 订阅制游戏 ，Apple Arcade 可以理解为游戏里的 Apple Music， 订阅后就能玩300款无广告、无内购的精品游戏。而且 Apple TV 支持连接 Switch Pro 手柄、Xbox 手柄，玩起来比 iPhone、iPad 触摸操作更舒服。
App Store 游戏。Apple TV 也能和 iPhone 一样，可以下载 Apple Store 里面的游戏，不过这类游戏需要专门适配 Apple TV， 毕竟你不能戳电视屏幕进行操作吧。如果你喜欢复古游戏 ，Apple TV 还能安装 RetroArch 模拟器，支持 NES、Game Boy 等经典游戏机。只要加载对应的 ROM 文件，就能在电视上重温童年记忆，比如小时候又菜又爱玩的拳王97。不过我练了20年，估计还是打不过隔壁老王。Apple TV 还能用来健身，配合 Apple Watch， 你可以在电视上跟着健身课程运动，比如 HIIT、瑜伽、力量训练，所有心率、卡路里消耗等数据都会实时显示在屏幕上。不过我的真实体验是1周锻炼1节课，剩下6节课窝在沙发里看片，你们会不会也这样？Apple TV 作为苹果生态的一部分，可以当 HomeKit 智能家居中枢，用来控制家里的灯光、空调、摄像头等设备，甚至还能通过 Home Assistant 接入小米智能家居，让 Siri 替代小爱，实现苹果生态和米家生态的梦幻联动。你可以说 Hey Siri， 打开客厅灯。雷总和库克总的联手果然牛，友商是傻逼。如果你的电视支持 HDMI ARC 这个功能 ，Apple TV 还能接收 PS5、Switch 等主机的音频信号，再通过 HomePod 播放，让游戏音效更沉浸。这样一来 ，HomePod 不只是个音箱，而是能变成全屋音频系统的核心。Apple TV 还能让所有苹果设备无缝联动，你可以用 AirPlay 无线投屏，把 iPhone、iPad、Mac 上的视频、照片、音乐直接投到 Apple TV 上，甚至可以让 Mac 多一块屏幕，在电视上扩展桌面，一边划水一边装努力。当你在 Apple TV 上播放任何内容时，可以直接用 AirPods 连接 Apple TV， 比如深夜看着自己心爱的小姐姐，带上 AirPods， 不会因为电视外放声音影响到家人休息。最新的连续互通相机功能，可以让你的 iPhone 变成 Apple TV 的摄像头，支持 FaceTime、Zoom 的视频通话。有人可能会说，谁会用电视机开视频会议？但如果是在会议室，这样的功能就有用了。配合 iPhone 的后置超广角镜头，可以让多人同时入镜，体验比一般的电脑摄像头更专业。最后，我一定要提下 Apple TV 的屏保，每周自动更新的 4K 航拍，能带你看到世界各地的夜景、海洋、城市，质感堪比纪录片。你还可以让 iCloud 的照片变成屏保，系统会自动筛选人像效果最好的照片，放在电视上展现。有时候真的会被惊艳到。还有最近更新的史努比动态屏保，看上去就很有趣。当然 ，Apple TV 还有一些特殊的用法，比如作为一台网光服务器，不过本期就不讨论了。首先 ，Apple TV 目前还没有国行版，这意味着国区 Apple ID 无法下载 App， 你只能使用照片、播客、投屏功能，完全没法安装流媒体、播放器、游戏等应用。所以想正常使用 Apple TV， 你必须注册一个外区的 Apple ID。但这里面还有个坑，不同地区的 Apple ID 可用的服务不同，美区的服务最完整。港区没有 Apple Arcade， 其他地区可能有部分功能缺失。Apple 生态里的服务在内地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但如果你要使用其他流媒体服务，是需要特殊的网络设置。在 iPhone 怎么设置能正常使用，在 Apple TV 里也一样设置才能正常访问。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 Apple TV 上，如果你想稳定使用，大部分服务都需要氪金。流媒体不氪金，你只能看简介；播放器不氪金，限制清晰度；网盘不氪金，限制下载速度；游戏不氪金，可玩内容没有几个；网络不氪金，甚至可能根本用不了。这么一看 ，Apple TV 可能是库克最爱的产品线，增值服务这块被拿捏得死死的。当然，免费的不是没有，就是可能动不动就服务器维护中或者商库跑路。Apple TV 本体价格并不算贵，但想要用得舒服一点，你可能还要额外买一堆配件。它默认不送 HDMI 线，你需要自己买一根至少 HDMI 2.0 的线才能连接电视。电视至少也要支持 4K HDR 吧，不然都对不起 Apple TV 的画质。如果想使用 Apple TV 控制小米智能设备，还需要部署 Home Assistant， 再搭配一个 NAS 或者能装 Dock 的设备。想玩 Apple Arcade， 手柄是刚需，比如 Xbox、PS、Switch Pro 手柄。如果想要更好的音效体验，还需要搭配 HomePod， 构建立体声系统。这时候你的 Apple TV 终于满级了，但是你的钱包可能已经见底了。如果你生活在海外，并且已经深度使用苹果生态，那么上面提到的各种网络、ID、会员的问题，大部分都不会成为问题。在国外 ，Apple TV 只要129美刀，比苹果显示器的支架还便宜了70刀，而且生态完整，体验几乎拉满。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如果你在内地，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你就需要解决上面所有的问题。
总之，如果你不愿意折腾，那 Apple TV 真的不适合你。安卓盒子虽然生态没有那么精致，但安装 App 更自由，内容和支付方式更接地气，普通用户体验更友好。如果你对画质和音效没有太多的追求，更注重便利性和易用性，那 Apple TV 配合 HDMI 2.1，最高 4K 60帧赫兹、HDR 10+和杜比世界视频输出就能满足你了。但如果你是圆盘发烧友，硬盘里面躺着一堆高清蓝光导演剪辑未删减版，就需要注意 Apple TV 不能播放双层杜比世界，只能转成单层播放。它不支持音频源码直通，所有音频都会被转码为 PCM 格式，可能会损失一部分音频细节。这时候蓝光播放器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不过，如果你对这些专业参数一脸懵，那也不用担心，因为大部分普通用户根本感知不到这些区别。就像我，房东给我留了这台让梦想窒息的 1080p 电视，就算 Apple TV 再牛，画质也不会有质变。型号推荐的话，目前 Apple TV 一共发布了7款型号，但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 Apple TV 4K 的3代产品。最新型号是2022年底发布的 Apple TV 4K 第3代，分带网口和 WiFi 版，硬件升级不算大，主要是系统优化。老型号 Apple TV 4K 的第2代，如果能在二手市场找到靠谱的，价格更便宜，体验基本无差别，也是可以考虑的。更早的型号我就不推荐了，毕竟时间太久，能找到成色好的都不容易。因为 Apple TV 在国内没有官方渠道，所以你买到的一定是外版。但不用担心，它支持100伏到240伏电压，全球通用。主要的区别在于电源线，美版插头可以直接插国内插座，开箱即用；港版需要额外买个转接头或者10块钱的8支线就可以用。如果你是广东的朋友，买港版去保修的话也比较方便，这倒是个隐藏福利。如果现在你还在观望，建议可以再等等。根据最新的爆料 ，Apple 可能会在2025年底推出新款的 Apple TV， 升级 A17芯片，性能更强 ，WiFi 6E 网络更稳定，更大内存，可能还会推出更便宜的型号。所以等等党也许会胜利。OK，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觉得有帮助，记得点赞、分享并订阅。我是 Barry，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